一个女孩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家，她的尸体在离家不远处被发现。除了受害者胸部和脸上的脚印外，凶手没有留下其他线索。这是一起没有凶器、没有 DNA、没有直接证据的凶案，但警方还是竭尽所能找到了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据，终将凶手定罪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阿马达谋杀案。阿马达位于密歇根州东部，是马库姆县的一个小镇，距离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约50公里。这里最早是由23个购买当地土地的家庭组建的乡镇。阿马达有着田园风格的街景，这里生活节奏缓慢，民风淳朴善良，总人口仅为1684人。它被称为密歇根最美好的地方和美国50个最美的地方之一。从1832年建镇以来的100多年间，阿马达一直治安良好，从没发生过大案，直到2014年7月24日，一个可怕的发现揭开了一起小镇凶案的序幕。这天晚上8点多钟，阿马达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。报警者称，他们在自行车步道旁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。阿马达警局是个很小的警局，一共只有3名警员，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凶杀案。菲利普·伊万迈尔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员，他跨过步道旁的植物，看到了那具尸体。尸体附近散落着受害者的鞋和其他物品，一些植物上可以看到血迹和被踩踏的痕迹。受害者是一名年轻女性，她的运动短裤被拉到脚踝处，身上的衣服也被拉扯过，头部和胸部遭到重击，眼睛还是睁开的状态。很明显，这是一起凶杀案。菲利普虽然从警多年，却从来没有处理过凶杀案。他对现场的惨状感到难过，因为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小镇的居民。他对自己做得不够好深感内疚。由于阿马达警局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样的大案，因此菲利普第一时间向马克姆县请求支援。马克姆县凶杀科科长比尔·卡特尔多立刻做出了回应。阿马达距离底特律并不太远，比尔和密歇根州警丽贝卡以及10多名警员在40分钟后陆续赶到了现场。此时天色已暗，但案发现场灯火通明。丽贝卡注意到受害人的脸上和胸部有人字形的脚印和污渍，他应该是被凶手用力踩踏致死的。这是何等的无理和有损人格！丽贝卡对报警者进行了询问，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，两人在8点左右骑着自行车从步道路过。男子看到前方路边有一条黑色的边牧，从边牧脖子上的红色牵引可以看出，它的主人应该就在附近。于是两人停好自行车，准备上前查看情况。当他们靠近时，边牧开始往树丛里走，夫妻两人也跟在他的身后。没走几步，他们就看到了尸体。于是男子立刻报了警。在警方进行调查的过程中，吸引了一些围观者，其中包括一名神情紧张的女子，她名叫詹妮弗。詹妮弗的女儿从傍晚出门后就一直没有回家，因此她来到现场打听情况。当她描述了女儿的穿着时，现场的警员告诉詹妮弗应该去和警长谈谈。很快詹妮弗就确认受害者正是她14岁的女儿。詹妮弗患有精神疾病，这种疾病影响她的平衡和说话能力，她说话很费力，但还是尽量告诉警方她所知道的一切。艾宝·米尔萨普出生于2000年1月2日，当时14岁，在阿马达高中读1年级。艾宝从小聪明懂事，和继父大卫相处得很好。大卫对艾宝也甚似生父。艾宝是家里的开心果，有他在的地方总有欢声笑语。詹妮弗告诉警方，案发当天下午5点30分左右，艾宝像往常一样准备牵着他的爱犬出门散步。阿马达本来就人口稀少，艾宝的家还住在小镇的西边，路上的行人就更少了。离艾宝家门口不远处有一条自行车步道，跑步遛狗再合适不过了。步道是水泥路面，路的两旁有茂密的树林，
所以即使夏天也不会太热。爱宝会用20分钟左右遛完狗，然后开始跑步。通常他会在7点左右回家吃饭，但这一次爱宝过了7点半还没有回来，詹妮弗有些担心。她试着拨打女儿的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在拨打了3、4次后，电话转为了语音留言。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，詹妮弗就更加担心了。于是她联系了麦迪逊，想看看爱宝会不会和他在一起，可是并没有。麦迪逊一边安抚詹妮弗，一边用社交软件群发询问谁看见了爱宝，群发对象也包括爱宝。除了爱宝，所有人都回复了他，但回复的答案令人失望。麦迪逊·亚当斯是爱宝的同学，他告诉警方，爱宝读中学时人缘很好，他有很多朋友。在爱宝有了手机后，开始对社交软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和朋友们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。上了高中的爱宝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，因为女孩们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。尽管爱宝并不胖，但他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体重。麦迪逊说，他们中午几乎只吃轻食和水果，空闲的时候还会用健身应用来计算自己的运动量。爱宝几乎每天都会带着他的狗去跑步。麦迪逊还提到，爱宝有一个男友叫奥斯汀，他看着像是一个腼腆的男孩，但他的嗓门很大。奥斯汀和爱宝经常一起出去玩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。不过最近奥斯汀似乎在和爱宝闹别扭。在所有凶案中，如果受害者为女性，凶手是其丈夫或亲密伴侣的概率约为 55%。 因此第二天早上，警方首先找到了奥斯汀，并对他进行了询问。奥斯汀承认他最近和爱宝吵过架，不过只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但当警方查看他的手机时，发现他删除了聊天应用上和爱宝的聊天记录，并且无法说清删除记录的理由，这让警方产生了怀疑。更重要的是，警方发现了一条爱宝发给他的短信，发送时间是案发当天下午6点28分，内容是我差点被绑架了。奥斯汀说，当时他没有看到，等他看到短信时已经是7点45分左右了。警方对他的回答有些质疑，因为青少年总是经常看他们的手机。于是继续问他，在看到这条短信后为什么不报警或者联系爱宝的妈妈。奥斯汀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。接着警方询问奥斯汀昨晚6点到9点期间他在哪儿。奥斯汀回答，他当时在纽黑文帮助朋友搬电视机。纽黑文位于阿马达以南约16公里处。奥斯汀还提到他和朋友一起去了麦当劳，但仅是通过汽车通道取餐，没有进店用餐。为了证实奥斯汀说的话，调查人员检查了阿马达地区唯一的一家麦当劳，并通过监控确认了奥斯汀当时确实通过汽车通道取过餐。此外，奥斯汀的朋友也证实了当时他们在一起。这么一来，奥斯汀不具备作案条件，因此他的嫌疑被排除。阿马达是一个安静的小镇，凶案的发生令居民感到不安，孩子们不敢在外面玩耍，大家都门窗紧闭，减少出门，街道上变得更加冷清。密歇根警局对此案非常重视，由于案件发生在暑假期间，因此他们在阿马达高中设立了临时调查总部。这个临时总部大约可以容纳70名警员前来支援，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和生活的支持。很快，爱宝的尸检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显示爱宝遭到了殴打，他的头部、颈部和胸部受到重击，但他没有遭到侵犯。死亡原因为颈部重创、气管撕裂导致的窒息，死亡时间为24日晚上7点左右。由于案发现场可以找到的线索不多，警方决定从爱宝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。他们对爱宝的同学和朋友进行了询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警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，那就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爱宝总是随身携带手机，但案发现场却没有发现爱宝的手机。既然他在6点28分还发送过短信，说明当时手机还在他手上，那案发后他的手机去了哪儿？
于是警方开始对案发地附近进行搜索。随着搜索范围不断扩大，阿马达附近3个县的几乎所有警员都参与了行动。但即便如此，想要找到艾宝的手机依然如大海捞针。雷佩克曼是当时参与搜索的警员之一，最终是他的警犬在距离尸体发现地约14公里的路边的灌木丛里找到了艾宝的手机。这简直是天赐之物，也是至关重要的证据。艾宝的手机被立刻送往密歇根犯罪实验室进行分析。与此同时，警方继续寻找潜在的嫌疑人，但在艾宝所认识的人中，没有人值得怀疑。警方不得不考虑另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随机作案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案件的调查工作将更加艰难。为此，警方开始寻找自行车步道附近的居民以及当天走过步道的行人。一名住在步道不远的年轻女子告诉警方，案发当天她曾看到一辆白色的车从她家门口来回走过了好几次。她看到副驾上有人，所以车里至少有2个人。当时她就觉得有些可疑，所以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。她将照片交给警方，但照片拍得很模糊，只能大概的看到是一辆白色的货车。拍摄照片的时间是案发当日傍晚6点30分，这和艾宝发送短信的时间相近。随后，警方通过媒体将神秘货车的信息对公众宣布，并希望能有其他目击者或知情者向警方提供信息。同时，警方在所有进出阿马达的道路上设卡，检查来往车辆。他们拦截了超过10辆白色货车，但都不是要找的那辆。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当天晚些时候，目标车辆的车主自己来到了警局。他在新闻上看到了车辆信息，并意识到那是他的车。他告诉警方，他是一个装修工人，那天是在附近施工，来回多次是在搬运建筑材料，他与凶案完全没有关联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该男子确实与此案无关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，一名男子带着他的2个女儿来到警局。他告诉警方，当天下午他和2个女儿在步道上散步的时候，看到一名男子和一个女孩搭话。他的女儿和艾宝是同一个高中的，虽然不是同班同学，但也算认识，因此他确信那个女孩就是艾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和艾宝说话的男子开着摩托车从他们身边驶过，时间大约是傍晚7点左右。由于当时天还没有断黑，所以他依稀记得男子的样貌，并且他记得那名男子所骑的是一辆蓝白相间的摩托车。当时他以为只是问路，所以没有太在意。直到得知艾宝遇害后，他才觉得那名骑车男子可能与凶案有关。他还在网上找了一张与他所见摩托车相似的照片。除了照片，他还向警方描述了男子的长相。警方根据他的描述绘制了素描图。这名男子提供的线索极为重要，只是图片中的摩托车非常普通，仅2014年这样的摩托车在密歇根州就售出了24万辆，与图片颜色相同的也超过1000辆，想要找到难度极大。7月26日，犯罪实验室传来了好消息，他们破解了艾宝的手机，并获取了手机上的数据。手机上除了社交软件外，还有一款运行于后台的进程，那是一款健身应用。它不但能记录步数，还能记录位置，再根据位置和时间的变化计算出移动的速度。有了这些信息，警方就可以完整地推断出艾宝生命最后时刻的时间线。从6点开始，艾宝以每公里4公里左右的速度慢跑。6点20分左右，艾宝开始加速，在跑了一段路后，艾宝折返了方向，并在短暂的停留后跑得更快。时间正好是6点28分左右，那短暂的停留应该就是在给奥斯汀发短信。没过多久，艾宝的移动线路变得毫无规律，他在步道的2侧来回穿梭，像是在躲避什么，或许他正在为生命而战。最后，手机以大约每小时30公里以上的速度直线离开了现场。那应该是凶手拿走了艾宝的手机，然后骑车逃跑，最终移动轨迹停留在手机被发现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凶手的逃跑线路被手机完整的记录下来。
目前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，健身应用的数据、嫌疑人的素描以及摩托车的描述，但摩托车的样子是来自网上的图片。现在找到蓝白相间的摩托车变得至关重要。26日一整天，警方都在阿马达巡逻。大约在晚上8点多时，一名警员找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。这辆车的款式与图片非常相似，只是涂装的颜色较深。通过车牌号，警方找到了摩托车的主人，32岁的詹姆斯·范卡里斯。詹姆斯是阿马达本地人，他没有犯罪记录，看起来是个风度翩翩的人。警员询问詹姆斯昨天穿了什么鞋，詹姆斯拿出一双破旧的网球鞋。警员查看鞋底后确认那不是凶手的鞋，但警方调查了詹姆斯的资料后发现，他的父亲当时67岁的老詹姆斯曾在1998年因侵犯年轻女性而被定过罪，这引起了警员的警觉。警方连夜申请了搜查令，并对詹姆斯家进行了搜查。进门后，警方发现房间里垃圾堆积如山，不堪入目，而且后院里还种植了一些大麻。在密歇根州，种植大麻需要许可证，詹姆斯父子确实有许可证，但许可证上允许种植的棵数是32棵，而后院里有56棵，因此父子2人被警方逮捕。詹姆斯的摩托车和头盔也一起被带走。很显然，这2样东西才是警方的主要目标。在艾宝被害1周后，詹妮弗终于在葬礼上见到了女儿的最后一面。很多镇上的居民参加了葬礼，其中也包括阿马达警局的3名警员。就在詹姆斯父子接受审讯期间，警方接到一通电话，拨打者是詹姆斯的女友克里斯特尔。她哭着告诉警方一个伤心的故事。她认识詹姆斯的时候只有17岁，詹姆斯比她大10岁，可以说她对詹姆斯是一见钟情。但在确定关系后，詹姆斯的本性渐渐暴露出来，开始变得粗暴易怒，还限制他的自由。他过着囚徒一般的生活。詹姆斯还威胁他，如果不顺从，就会杀了他的家人。克里斯特尔还说，在艾宝被杀的那晚，他看到詹姆斯神情慌张地回到家，然后开始洗他的鞋子。詹姆斯的理由是鞋子沾到了污渍，但在他得知发生凶案并看到素描画像时，他觉得詹姆斯很可疑。当詹姆斯接受警方询问并拿出不是当晚所穿的鞋子时，他对自己的判断更加确信。但他对父子2人非常畏惧，他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他没有朋友，找不到人可以倾诉。经过3天的思想斗争后，他最终决定拿起电话。克里斯特尔非常确定，案发当晚詹姆斯穿的是黑白相间的篮球鞋，而不是那双白色的网球鞋。但调查人员并没有在詹姆斯的家找到克里斯特尔所描述的篮球鞋。不过警方在詹姆斯的手机里找到了他穿那双鞋时所拍的照片，鞋子非常有辨识度。警方从网上购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鞋。犯罪实验室通过比对确认鞋底的花纹和艾宝身上的鞋印相吻合。此外，犯罪实验室对摩托车和头盔的分析也有了结果。摩托车车身的涂装是最近才改的，被覆盖的正是蓝白相间的颜色。真相似乎越来越近，但以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詹姆斯就是杀害艾宝的凶手。于是警方查看了步道附近的监控。小镇的监控并不多，警方在一个转弯口的监控录像中发现有一辆摩托车驶过，监控中骑车人的体型、摩托车的型号和颜色、头盔的样式和颜色都与詹姆斯的情况相符合。通过转弯口的时间和线路与艾宝手机上健身应用的数据也完全匹配，这是天衣无缝的证据。2014年10月8日，在艾宝被杀害6个月后，警方正式指控詹姆斯·范卡利斯杀害了艾宝·米尔萨普。詹姆斯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和意图实施侵犯罪。2015年2月8日，针对詹姆斯的庭审在马科姆县法庭进行。这是一场艰难的庭审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均为间接。
警方没有找到凶手行凶时穿的衣服和鞋子，法庭上的鞋子是买来的。证明詹姆斯穿过这样的鞋的依据是他自己手机里的照片，这看起来确实没有很强的说服力。辩方律师指出，没有任何不利证据可以证明詹姆斯有罪，詹姆斯甚至没有见过被害者。克里斯特尔出庭指证了与他生活多年的詹姆斯。检方在法庭上用目击者的证词、摩托车和头盔的颜色、监控的时间和画面，以及被害者手机健康应用的数据，拼凑出了案发时的时间线。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凶手，那就是詹姆斯。道格斯科特是12名陪审团的主席，在他看来，尽管检方拿不出任何直接证据，但健身应用的数据和监控录像令他感到震撼。从受害者生命最后7分钟留下的移动线路，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当时的绝望。凶手除了詹姆斯以外，他想不出任何其他可能。詹姆斯一定就是杀害艾宝的罪魁祸首，他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。检察官威廉在结案陈词中指出，是的，我们没有直接证据，但缺乏证据无法阻止我们寻找真相。2015年3月30日，经过漫长的审判后，陪审团艰难地做出了裁决。当道格宣布詹姆斯1级谋杀罪名成立时，挤满人的法庭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喘息声。陪审团还裁定詹姆斯犯有所有被指控的罪名。最终，詹姆斯·范卡里斯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艾宝的母亲詹妮弗在宣读受害者陈述时伤心欲绝，期间她短暂地看了一眼詹姆斯，而詹姆斯就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悔意。如今，詹妮弗仍然常去艾宝的墓地看望女儿，她已渐渐老去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而艾宝的年龄则永远停留在了14岁。